上期说到，精神病院惊现红衣厉鬼，附身布娃娃索命复仇，30具人偶军团血洗走廊，活人撕咬声震耳欲聋，驱魔阵启动，瞬间布娃娃爆裂，陈雨桐狞笑引爆终极杀招。今夜活人还能逃出升天吗？接下来请继续聆听。陈雨桐依靠能力变出的那些红衣女人虽然力大无比，但她自己的身体却和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被我从身后抱住后，她虽然立刻就挣扎起来，却根本无法从我手中挣脱。我生怕驱魔阵的作用一会儿就会消失，也不敢浪费时间，把麻醉针举了起来，便扎在了她的脖颈上。当针管中的药剂被注射进体内之后，陈雨桐仅仅挣扎了几秒钟时间，便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正在心里这样想着，耳边听到了林千怡的呼唤声：“四九，你这边没事吧？”“林姐，我没事，陈雨桐已经被我制服了。”我把陈雨桐重新抬回床上，准备一会儿等张默他们下来之后再把他带离这里。随后便向着病房外走出去，看到林千怡朝着我走了过来，我对她笑了笑，正准备开口，却见到林千怡忽然脸色巨变，而与此同时，我的肚子也忽然剧烈的疼痛了起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低下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上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破开了一个口子，鲜血正从我的肚子里不停地渗出来，血液穿透了衣服，在地上滴落了一地。看到这一幕，我的脑袋立马嗡了一声，是刚才病房里遇到的那个红衣女人吗？原来在我把她打飞的时候，我自己也已经被她给刺中了。刚才可能是因为精神紧张的缘故，我竟然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受了伤。我真是个笨蛋呢！我自嘲了一句，然后便觉得眼前的一切开始天旋地转了起来，整个人好像是倒在了地上，再往后就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醒来的时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看了看自己的房间，应该是在某个医院里，而且从周围那一水的红木家具来看，很有可能就是柳思思曾经住过的杭湖第2医院10层里的豪华病房。这个地方的布置我之前来的时候印象深刻，没想到居然还有机会自己亲自体验一次。豪华医院的豪华病房果然和一般的病房不一样，床铺很软，和宾馆的床差不多，被子也很干净，还有股淡淡的清香。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发现这香味儿不是来自我身上的被子，而是来自于我的身旁。一个女孩正趴在房间里的茶几上，不知睡了多久了。我微微一笑，那个女孩正是林千怡。我没有吵醒她，自己安静地躺在床上，回想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像是在驱魔阵被激活前的那一刻，不幸被红衣女人刺伤肚子，随后昏了过去了。而现在会躺在这家高档医院最顶级的病房里，那就说明749局的增援应该是也已经到了，不然的话，仅仅凭着我们表面上警察的身份，是不可能住进只有有钱人才住得起的豪华病房的。果然，就在我刚刚这么想的时候，病房的门开了，我的那位本应该去休假了的上司高亮出现在了病房门口。小子，你醒了。臭小子，肚子觉得怎么样啊？高亮走了进来问我，同时手里还拿着一袋包子。还好啊，就是还有些疼。因为林千怡就在一旁睡着，我不好意思脱衣服，只能伸手摸了摸肚子那里，那边毛毛的，好像是缝了针的样子。没事儿，就是破了个洞，缝了几针而已啊，内脏并没有什么大碍。高亮淡淡的语气让我很不爽。什么叫破了个洞啊？我可是差点就要被捅死了呀！而且医生说你恢复的不错，
过个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我听到这句话，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便问道：高哥，我都昏过去几天了？差不多3天吧，我也是昨天才到这里的。说起来你也真是的，就不能小心点吗？害得我假期都没过完，就要赶过来替你们处理后事。高亮的语气好贱呐，自己的部下受了重伤，他竟然还在想着自己的假期呢。要不是我在三哥已经待了大半年，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脾气，说不定我就从床上爬起来抽他一顿了。压了压火气，我问道：高科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陈雨桐的事情解决了吗？那当然了，你等一下，我先把钱一叫起来，让他吃饭。这几天呢，他可是没少为你操心呢。昨天晚上也是他留在这里给你守夜的。一边说着，高亮一边拍了拍林千怡的肩膀，想要把他叫醒。被吵醒的林千怡迷迷糊糊地抬起头，脸上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看得我又是心疼又是惊喜。心疼是因为他看起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好了，惊喜则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林千怡竟然会如此关心我的安危，心里呢有些小小的激动。被吵醒的林千怡先是对高亮道了声早，紧接着才发现我竟然已经从床上苏醒了过来，正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他。他微微一愣，随即便鬼哭狼嚎扑了过来，将我吓了一跳。林姐，你这是怎么了？高亮在他背后好笑的。千怡可能是很担心你哦，听说你被送进手术台的时候，他伤心的都要昏过去了。高科长，林千怡慌忙解释道，49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一直把他当弟弟看，弟弟出了事情，我这个姐姐怎么能不伤心呢？我原本火热的心在听到这句话后立刻凉了一半，不过转念一想呢，却又释然了。不管林千怡刚才说的是不是真话，她对我的关心还是让我很感动的。这时候林千怡还在继续对我道歉道：对不起啊49，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把那些红衣女人都吸引过来，才让你受伤了。我立刻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林姐，要说对不起也应该是我说才对呀，都怪我平时训练不足，要不然呢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受伤了。那怎么能怪你呢？那些女人就算是我对付起来都很吃力，要怪呀也应该怪张默，要是他能早点激活驱魔阵，你也不会受伤了。千叶，这个张默不都已经解释过了，当时他们被精神病医院里的保安给缠住，脱不开身，要不是张队长拿枪直接逼着那些保安离开，他们好不容易布置好的驱魔阵都差点被人破坏了。再说了，他不也拿出了一些龙虎山治疗外伤的灵药给49做补偿吗？要不然49也不可能那么快就好转起来呀。高亮在一旁解释道。林千怡连头都不回，嘴里轻哼了一声，哼，我不管，反正都是因为他才让49受伤的，拿一点破药出来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那可是龙虎山留给张默防身用的上好药材呀。高队长低声嘀咕了一句，随后说道：好了千怡，49既然已经醒了，那他就没事了，你赶快把这些包子吃了，我和49说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对了，你吃好后记得去梳洗一下，看看你现在的样子，都几天没洗澡了吧？林千怡尴尬地从我身边离开，便坐在了沙发上，拿起包子狼吞虎咽起来。高亮则一屁股坐在我的脚边，随后说道：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先说说陈玉彤吧，他到底怎么样了？我昏过去之后，那个沈泽没有趁机杀了他吧？高亮想了想，便开始说道：陈玉彤已经被回收处带走了，在你给他注射了麻醉剂之后没多久，回收处的人便赶到了你们那里，带走了他。虽然局里最近已经放宽了对能力者的处理方式，但像陈玉彤这样的杀人凶手，局里是不可能考虑将他收为调查员的。而且从千怡的报告上来看，陈玉彤的精神状况
也非常令人堪忧啊。因此他很有可能将会作为一级收容物，一辈子被关押起来。是这样吗？虽然被他捅了一刀，但对于陈雨桐，老实说我实在是恨不起来，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很可怜的女人，一个因为爱情而陷入疯狂乃至丧失了理智的可悲女人。我又问道，那么有关她的能力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那天我们怎么会遇到那么多的红衣女人呢？搞清楚了，根据昨天晚上研究处给我的消息，他们用一张沈泽的照片让陈雨桐交代了自己的能力。你们之前做出的猜测是对的，陈雨桐的确是有类似冤魂附体的特殊能力，他能将自己的灵魂从身体里分离出一小部分，然后保存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的身体里，之后只要他有需要，便可以控制自己被分离出去的灵魂，把布娃娃变化成自己的分身。变成自己？可是那些红衣女人看起来和陈雨桐还是有些区别的吧？我打断道。不，那些红衣女人其实和陈雨桐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那是她被强暴当天的样子，包括那红色的风衣都是陈雨桐出事当天穿的。研究人员猜测，这可能是因为那天的事情在她记忆里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才会让陈雨桐下意识的使每一个布娃娃都变成了自己当天的模样。我想了想，又问道，高科长，陈雨桐既然有了这种能力，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能力逃出去，而是让那些被附身的娃娃去监视沈泽呢？精神病人的世界是普通人理解不了的。高亮发表了一番感慨，才说道，根据他的交代呢，是因为陈雨桐认为，如果他自己离开病房，那就是放弃了沈泽给他安排的试炼，万一让沈泽知道的话，对方就会因此而讨厌他，所以除非有人带他走，否则他是不能离开那里的。我擦了擦冷汗，发现自己果然不能理解精神病人的想法。高亮继续说道，陈雨桐发现自己的能力后，为了能够离开这里见到沈泽，便在病房里制作了大量的封存有他灵魂碎片的布娃娃，同时送了几个给医院的院长，让他把这些布娃娃带出了病房。通过这些被带到外界的布娃娃，陈雨桐重新获得了自由出入到外界的能力，从而再次开始了对沈泽的监视。再然后就发生了后来的那几起袭击事件。有关陈雨桐的资料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这些了，我已经让张默来负责这次的事件报告了。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他的更多的事情，以后可以自己调阅这次事件的报告来查看，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下面再说说那个沈泽，他已经死了。死了？我差点没从床上跳起来。他是被陈雨桐杀了吗？不，在你们制服陈雨桐之前，沈泽就已经被那些混混们杀了。有一个混混因为以为只要杀了沈泽，那些红衣女人便不会攻击他们，便在混乱中把沈泽掐死了。因为当时场面太过混乱，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发觉，一直到我们的人赶到之后，他们才在人群里找到了已经断气的沈泽。原本是打算杀死陈雨桐才叫来的帮手，结果反倒是杀死了自己吗？沈泽会有这样的下场，也不知是不是活该，亦或是罪有应得呢？当然，最后落得个不好的下场的还不只是沈泽而已。在聊完了沈泽之后，高科长话锋一转，便扯到了徐局长的身上。这一次的事件中，在最后阶段，徐局长一反之前对我们的态度，不但对我们不闻不问，甚至还通过让张队长停职的方式来间接的妨碍我们的调查工作。这一切都让我们很是感到奇怪。而在我昏迷的这几天，徐局长会这么做的原因也终于被查清了。原来他会这么做，都是因为他和沈泽的那位富豪老爸之间的钱权交易。当初沈泽召集了一批混混去强暴陈雨桐的时候，就是那位富豪老爸出面买通了徐局长，才将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那些混混的身上。在幕后的真正主使人沈泽
则完全没有担上半点罪名。而在我们开始调查陈雨桐的身份的时候，徐局长因为担心我们发现沈泽和陈雨桐强暴案件之间的关系，便开始竭力妨碍我们的调查，甚至直接以柳思思的死为借口，让张队长停了职。在那之后，连同沈泽脱离警方的监视，带着大批的人手直闯精神病医院，却没有遭到任何警察的阻拦。我们要找警察增援，却被拖三阻四，也都是这位徐局长在幕后打点的一切。除此以外，徐局长还涉嫌为当地的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以至于让那些混混们的胆子大到连土枪都敢私自制造的地步。749局虽然不是纪委，但遇到这种事情也不可能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更何况因为这位徐局长的原因，也间接导致了我的受伤。因此在高亮的安排下，在我昏迷的这几天里，徐局长已经被纪委带走，而和他交易的沈泽的父亲也因为行贿罪被拘捕。至于张队长，在徐局长被带走之后，他的处分自然也被取消了。根据高亮对我的暗示，因为这次事件中对我们的帮助，张队长日后很有可能会提拔到副局长的位子，这也算是局里对他所做的报答了。几天之后，当医生宣布我已经可以下床之后，高亮便带着我和林千怡他们返回了东海市。这次的事件虽然还没有全部处理完毕，不过对于已经抓住了陈雨桐的我们来说，该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一些收尾工作就已经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了。其实要不是因为我受了伤，我们也就早就应该返回东海市了。如何回到749局不必细说，在我们回到局里的时候，休假的大部队也早已经回到了局里。冷清的749局总部已经再次热闹了起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局里的第一个春节竟然已经就这样度过了。从杭湖市回来之后的1个多月，我们3个再次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局面。原本这次张默回归之后，王军就已经做出了新的工作安排，把疑似灵异类事件的案子都归给了我们3科管。但实际上，在我回来之后，但凡是遇到了灵异类的事件，都还是由另外2个科室去负责，只有张默作为助力被借调出去帮忙。至于我们剩下的4个人，就只能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了。用高亮的话说，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这次在值班期间外出任务受了伤，王军对我们3科感到有些愧疚，不好意思再安排新的任务给我们。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多半是他主动去找王军提出的要求，为的是利用我作为借口，名正言顺地给自己偷懒。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欧冠比赛了，他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偷偷地看球。就这样闲了几天之后，我实在是觉得无聊啊，也觉得自己的伤口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便干脆在每天上班的时候找林千怡陪我一起练习一下各种格斗技巧。虽然明知道自己不管再怎么练也不可能有林千怡那样厉害，但最起码我希望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连被人捅了一刀都没有感觉。这段时间里，张默和我的关系倒也比过去好转了许多，因为这次杭湖市的事件让我知道了他的真实实力，而他则是认为当时没有及时布置好驱魔阵的缘故，才导致了我的受伤，觉得对我有愧，主动拉近和我之间的关系。当然，对于我这几天没事就和林千怡2个人泡在训练室里，这家伙依旧很有意见。虽然没有明说，但只要没有任务的时候，他都会和我们一起去训练室里，并且主动代替林千怡来教导我。不过老实说，比起和林千怡一起练习时的不自在，我倒还真的更愿意和张默一块对练。最起码在练习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不小心碰到不该碰的地方而感到不自在，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神而被人弄翻在地。就这样
差不多到了4月的某一天，正当我被张默不知第几次弄倒在地上的时候，三胖忽然少见的来到了训练室里。就在我还以为他转性了，想锻炼一下减减肥的时候，就听到这家伙对着我们叫道：“四九，林姐，高胖子有事找你们呢。”林千一回头问道：“小朱，是有任务了吗？”三胖耸耸肩说：“我也不清楚啊，他让你们去王处长的办公室里碰面呢。”还要去王军的办公室啊？看这架势，还真的好像是有什么任务的样子。我立刻就爬起来，准备去换身衣服。张默也紧跟在我的后头，看样子是想要一块儿去，但却被三胖拦住了。“哎，对不起了，张主任，高胖子说了啊，只叫他们2个去办公室，我和你啊就不必过去了啊。”诶，难道是我想错了？听到三胖的话，我不禁更加感到奇怪了。如果不是有任务的话，那高亮究竟是为什么让我和林千一2个人去见的？还是在王军的办公室里？等我们到了王军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满满当当的坐满了人。我大概看了一眼，除了高亮和王军在里面外，1科的科长和2科科长方健也到了。一行人围坐在王军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起瞪着眼睛望着我们2个。王军挥了挥手，示意我们进来之后，便咳嗽了一声，宣布会议正式开始。他先是对我们说：“四九、小林，这次把你们叫来，其实是为了你们以前经手的一个案子。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在香港抓到的那个唐仔呀？就是那个让小林都中招的臭小子。”王军的话让林千一顿时红了脸。那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但看起来至今还让他又羞又怒。察觉到他身上的尴尬，我便主动回答道：“记得，王处长，你怎么忽然提起那小子了？难道是他又闹出了什么幺蛾子？”“没有。”王军摆了摆手，直接拿出了一组照片，扔在了茶几上，对我们说：“那小子还老老实实的被关着。不过说起来呀，这次的事情和那小子的确有关系。不知你们还记得他在口供里交代的隐藏在深山里的神秘村子吗？这次找你们来，其实就是和那个村子有关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当初抓到唐仔的时候，据他交代，他曾经在西藏的深山里遇到了一处奇异的村子。在那个村子里，唐仔因为得到了一瓶被称作是欢喜水的神秘液体，而拥有了通过异常浓度的费洛蒙吸引异性的能力。我记得当时就曾经和高亮商量过，我们要不要也去一次西藏，查一查那个村子的情况。后来他告诉我，局里已经安排回收处去调查了，我便没有再多问。没想到一晃大半年过去了，王军竟然会在这时候提到那个村子。难道是回收处的调查已经有了结果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一想到唐仔在口供里交代的那个村子的种种奇异之处，我还是忍不住升起了好奇心。就在我刚想要问王军西藏那边到底怎么样了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身边的林千一竟然在不住地颤抖。“林姐，你是怎么了？”我还以为林千一是因为想到了那时候的屈辱而在激动，正想要安慰他一下，却看到他指着方才王军放在茶几上的一张照片，神情激动地对我说：“四九，你看看，是爸爸，是爸爸。”林千一的爸爸，不就是老爹吗？我猛地转过头，朝着茶几上的照片扫去，只是一眼便发现了在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竟然看到了林千一的父亲，我的养父老爹林爱国的身影。我看到的照片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合影，但正是这张合影上面的人，让我和林千一2个人感到了震惊、惊慌，还有激动。照片中，一个戴着眼镜、略显文气的中年男子，正与一位喇嘛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对着镜头微笑。而这个中年男人，正是我和林千一牵挂不已，甚至都要以为他已经死了的父亲林爱国。
照片上的林爱国比起我记忆之中的样子要更加苍老，原本有些白净的脸在照片上已经变得如同黑炭差不多，但是我却不可能认错林爱国那标志性的笑容，因为以前曾经受过伤的缘故，老爹脸上有一部分神经失去了功能，在他笑的时候，左侧的嘴角会无法完全张开，看起来就好像是笑歪了嘴似的。没错，就是他。在桌子上的这堆照片里，老爹的照片只有这么一张，除此以外，剩下的照片好像都只是一些风景照，或是一些西藏那边的民俗建筑之类的。我于是没有继续看下去，而是抬起头对王军问道：王处长，你们找到我老爹了？因为情绪太过激动，我说话的时候都有些结巴。王军摇了摇头，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我不信地说：可这不是老爹林爱国的照片吗？我可以肯定没看错呀，照片上的人就是他呀。林千怡也激动得几乎要哭了出来。王叔叔，求求你告诉我，你们究竟有没有找到我爸爸？见状，王军有些尴尬的让林千怡先冷静下来，随后才说道：你们两个别激动了，先听我把话说完。我们真的没有找到林爱国，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其实是这次去西藏的调查员发现的，照片上的拍摄时间也差不多是9年之前了。9年之前的照片？我愣了一下，因为9年之前那岂不是差不多就在老爹离开我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在10年前，老爹因为说是要回京城处理一件事情，而扔下了我一个人留在了小县城里，结果却一去不复返。当时我本以为他是回了京城，后来在半路上出了意外，没想到老爹却竟然是转而去了西藏。我忙问道：王处长，你能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老爹怎么会去了西藏呢？他这张照片又是从哪里找到的？王军指了指我们身旁的一个人，说道：这事情说起来太复杂了，还是让程大爷来告诉你吧。这次去西藏调查的事情，除了有回收处的人参与外，他们医科也派人去了。王军给我指的程大爷就是医科科长程阳，这是一位在局里已经有些年头的老同志了。据说当初749局刚刚创立的时候，程大爷就是第一批进入局里的调查员，是整个局里资格最老的老同志，同时也是我们局里除却研究处的一些科研人员之外，年龄最大的一位成员，因此大家一般都称其为程大爷。程大爷环视了一圈办公室的众人后，才缓缓地说：各位同志，这次的西藏之行起因是因为3科的林千怡和林49同志在香港发现了一个拥有强烈异性吸引能力的年轻男子。程大爷毕竟年纪大了，说起话来容易习惯性的长篇大论，看他还要继续说下去，王军立刻打断道：程大爷，这些我们都知道，直接讲重点，从你们的人进入西藏开始说起，别讲那些没用的了。不好意思，老毛病又犯了。程大爷也知道自己废话太多的毛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才继续说道：那就从进西藏说起吧。这次为了配合回收处的调查行动，我们科室派了2名调查员一同进入西藏。他们沿着那个香港小年轻的入藏的路线一路的寻找，最后找到了他当时请佛像的那间喇嘛庙，而这张照片就是在寺庙里找到的。根据程大爷的描述，当时调查人员为了找到那座提供给唐仔欢喜水的村子，便在寺庙里打听了一下，想要让那个曾经带唐仔去了村子的小喇嘛给他们带路。但是一番打听之后，他们却从庙里的人的口中得知，这里根本就没有年纪在20岁左右的小喇嘛。医科的调查员当时就觉得十分惊讶，因为他们在去西藏之前，为了能尽快找到村子的线索，曾经又提审过唐仔一次。当时唐仔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自己是在一个看起来20几岁的小喇嘛指引下才找到那个村子的。可今天一问，庙里竟然没有这个人，他们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妙，便将那名小喇嘛的相貌特征也说了一遍。心想那名小喇嘛
也有可能是附近其他寺庙里的。然而庙里的喇嘛却告诉他们，在他们附近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除了这座寺庙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寺庙了。而在曾经路过寺庙的僧人之中，也从没看到过一个年纪在20-30岁之间的年轻喇嘛出现过。出家人不大诳语，这些喇嘛自然不会是刻意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们。调查员当时的脑袋就彻底乱了，既然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年轻的小喇嘛，那带唐仔去了村子的人又到底是谁呢？这么一想，他们索性直接把来意告诉了庙里的喇嘛，希望他们能说出村子的下落。可谁知道问了一圈之后，庙里的人却竟然没有一个听说过附近有这么一个村子的存在。听到这儿，我忍不住问道，程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们都被唐仔骗了？程大爷摇摇头，继续说，当时我的人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他们在庙里找不到线索后便下了山，结果在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了一个带着游客上山的导游，一打听之下才发现，这个导游竟然就是当天带着唐仔上山的那位导游啊！而在这位导游的证词中，他和唐仔两个人的确是在寺庙外遇见了一个小喇嘛，就连两个人关于这个喇嘛的外貌描述都完全一致。因为这个导游的证词，局里的调查人员便和他们重新返回了寺庙确认。虽然结果依旧是毫无线索，但至少证明了唐仔的话并不是谎言。于是医科和回收处的调查人员便和寺庙商量了一下，决定以寺庙为据点，暂时在山上逗留一段时间。而在逗留的这段时间里，调查人员便以寺庙为中心，每天沿着各种山间小路向四处搜索，希望能找到唐仔说的那个村子。因为在他的口供里，他们从寺庙出发后没用了半天时间就走到了村子里，据此推断，那个村子距离寺庙应该不会太远才对呀。然而他们在调查了整整1个多月，走遍了寺庙周围50公里的高山峻岭之后，却并没有发现半个类似唐仔口中描述过的神秘村子的影子。寺庙周围的山村的确是有，但都只是些普普通通的藏民村落。就在调查人员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某一天，他们借宿的喇嘛庙里，一位外出进行朝圣之旅的老喇嘛回来了。顺带说一句，这个喇嘛就是在照片上和林爱国站在一块儿的那位老喇嘛。这位老喇嘛听到他们这波人的消息后，立刻上门求见，并道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话说到这儿，程大爷卖关子似的顿了顿，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后才说道，那老喇嘛竟然问我们的人，他们是不是来自一个叫749局的地方。什么？林千怡顿时惊愕地站了起来，他一个老喇嘛是怎么知道我们局的？程大爷摆了摆手，示意林千怡先坐下，随后才说道，我的人起初和你的反应也是一样的，还以为是他们这几天的行动中有人无意中泄露了口风，可没等他们想找个借口掩饰，那老喇嘛就把这张照片拿了出来，就是有你爸的这张。他告诉我们的人，这照片上的男人也就是林爱国，在9年前就曾经预见到我们会来了。9年之前，老爹就知道749局的人会去那间寺庙吗？程大爷的话令我不禁感到愕然。我转头看向林千怡，发现他也正陷在沉吟中不说话，脸上的表情清楚地显露着心中的迷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脑子都要炸掉了。另一边，程大爷也继续说了下去。在拿到林爱国的照片之后，当时去西藏的几个调查员中，并没有人立刻认出他来，倒是同行的回收处的某个工作人员曾经见过林爱国本人，因此才把他给认了出来。作为749局的老前辈，
李爱国曾经在局里面也非常有名气，毕竟当年他的意外失踪在局里很是轰动了一阵子。因此在确认了照片上的人就是林爱国之后，医科的调查员立刻便追问起这张照片的来历。结果那位老喇嘛告诉他们，这张照片上的男人是在9年前来到这里的，他当时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在寺庙里暂住了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林爱国早出晚归，行踪神秘，以至于老喇嘛甚至都要怀疑起他是不是潜入藏区的外国特务。不过就在他与林爱国对峙的时候，对方却拿出了一张公安部的身份证件，这才打消了老喇嘛的疑虑。两个人相处久了，也有了些友情。再后来，林爱国再次进入深山，但是这一次他却一去不复返，差不多整整1个星期都没有见到踪影。就在老喇嘛怀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的时候，林爱国回来了。他告诉老喇嘛，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准备隔日就要离开这里。不过在临走之前，林爱国却请老喇嘛和自己拍了一张照片，随后他又专程下山了一次，去了附近的县城，把照片冲洗好了带了回来。从县城回来后，林爱国把照片交到了老喇嘛手里，随后拜托了他一件事情。林爱国告诉老喇嘛，大概8、9年之后，会有一批自称是749局的人来到老喇嘛的寺庙里，这些人应该会在寺庙周围寻找一个村子。如果老喇嘛到时候看到了他们，就请务必把这张照片交给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在寻找的村子就在这张照片的背后。我翻过照片，发现上面有一行共6位数的数字。且不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明白，为什么老爹会知道几年之后749局会派人来到那间寺庙的原因，这些数字和我们要找的那个村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在这时候，我旁边的林千怡忽然跳了起来，他瞪大着眼睛望着程大爷，对他说道：“程科长，这个照片上的数字莫非是经纬度？”经纬度？林姐，你说的是地图上的经纬度吗？我问道。林千怡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程大爷已经对我们说：“没错，小林猜对了，这上面写的就是一个经纬度坐标。我们的人根据这个坐标去调查之后，果然在距离寺庙3天路程远的地方发现了唐仔所说的那个村子。”怎么会是3天呢？我又一次忍不住插嘴道：“按照唐仔的描述，他不是只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吗？”49，王处长不悦地看向我，有什么问题等会儿再问，先让程大爷把话说完。程大爷笑了笑，于是继续说：“的确是3天没错，我们的人也没有想到，因为之前一直把搜索范围限定在了半天的路程上，所以才会没有找到那个村子。至于为什么村子和寺庙的实际距离会与唐仔说的相差那么多，我们的人猜测，恐怕是和那个村子的村民们的真实身份有关。”村民的真实身份，这又是什么意思？难不成那些村民们还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不成？难道那些村民们是能力者，又或者其实是鬼？我曾经听说过西藏地区有一种叫做鬼诱的灵异现象，说的是一些西藏的村民在半夜里被鬼诱惑到很远的地方，一夜之间走出几百公里的事情。莫非那唐仔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才会把时间给记错了？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拿起桌上的茶水就给自己猛灌了一口，想要压一压心中的恐惧。但谁想到，正当我喝水的功夫，程大爷却说出了一个比我刚才所想的内容更加异想天开的答案来。我们的人猜测，唐仔会把原本需要3天的路程在半天内走完，可能是因为他遭遇了传说中的 UFO 事件。他在那个村子里遇到的村民们很可能不是人类，而是某个星球的外星来者。我正喝着茶水，听到程大爷的话，便噗的一声将口中的茶水喷了出去。这一口茶水不但正好喷到了桌子上的照片，还好巧不巧地喷到了坐在我对面的王军身上。
我傻傻地看着面前被我喷得一头茶水的王军，忙解释道：“不好意思，我呛到了。”之后不等王军开骂，我便转移了视线，问程大爷：“程大爷，您刚才的话有根据吗？你的人是怎么把那些村民和外星人联系起来的？”“你自己看下吧。”只见程大爷把刚才我和林千怡没仔细看的另外几张照片放到了我们面前，然后说：“我们的人找到了村子之后，便发现那个村子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整个村子不但看不到半个人影，连一个动物都找不到啊！”我这才仔细看向那张照片，发现上面果然都是一个空房子的景象，其中有一处房间的摆设和唐仔曾经说过的村长雕房里的佛堂差不多，只不过和唐仔描述过的景象相比，我并没有在照片上的佛堂里看到欢喜天的佛像。除了这几张显示了村子已经空无一人的照片外，还有一张非常特别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片看起来有些怪异的雪地照片，在照片的雪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直径大约在100米以上，深度在半米左右的圆圈，从圆圈的中心处开始，向外还有一圈圈呈放射状延伸出去的小沟，在这些小沟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层淡紫色粉末，不知为何物。另一边，程大爷继续说：“当时发现村子里已经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们的人起初还以为是村子里的人出现了意外，便立刻联系了当地边防战士，让他们派人来协助调查村子周围。虽然最后并没有发现村民们的下落，却意外的在距离村子半天距离远的地方发现了这片有奇怪痕迹的雪地。最后经过调查人员探查，发现这片雪地上的泥土上有受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除此以外，调查人员在周围搜索的时候，发现了几个经常在附近山头出没的猎民。他们告诉调查人员，就在差不多去年11月的时候，这片山区里曾经出现过一次异常的天气现象。当时在黑夜的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光球，那个光球一直在空中盘旋了大约10几分钟之后，才钻进了云彩里消失不见。根据几个村民们的交代，光球出现的大体位置基本上就是村子所处的方向。程大爷说到这儿的时候，王军已经把我刚才喷出的茶水擦干净了。他接茬说：“四九，你大概不清楚，但是根据我们749局过去处理过的几起不明飞行物事件的经验来看，伊河的人找到的几条线索已经足以证明当地曾经有地外飞行器出现过。再结合消失的村民这条线索来看，很显然唐仔曾经遇到过的那些村民，甚至连带他找到村子的那个小喇嘛，有很大可能就是这个地外飞行器的主人，一群来自外星球伪装成我们人类的智慧生命体。外星生命，这还是我自从加入749局之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与外星生命有关的事件。虽然在外界很多人都曾听说过这样那样的传闻，什么外星人探访地球，什么在哪个地方目击了外星人的飞碟，发现了外星人的尸体，听上去好像外星人拜访地球的频率就和中年大妈每天去菜场买菜一样频繁。可实际上，这些事件传闻大部分都极其不靠谱，真正与外星生命有关的事件，就算是在749局内部的档案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虽然自从我进入749局以来已经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真正接触到真实的外星生命事件，这却还是头一遭。也因此，在听了王军的解释之后，我心中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一次的事件竟然会牵扯到外星生命。王处长，你们能肯定吗？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是外星人？这也太难以置信了吧。与其这样考虑，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村子的人是被外星人劫持了。王军笑了笑，这个世界上的确真的有发生过人类被外星人劫持的事件，但这次的事件却并不一样啊。四九，你难道忘了
唐仔当时在描述那个村子的时候曾经说过的话了吗？我回想了一下当时唐仔所说的话，他当初曾经用过一句话来形容那个村子里的人，那就是古怪。一个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小村子，里面的居民居然全都是俊男与美女，除此以外还看不到一个小孩与老人，就好像整个村子里只有年轻人存在似的。可能是看到了我脸上已经想起来的表情，王军说，没错，且不说那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俊男美女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村子会没有老人与小孩呢？硬要解释的话，那就只有这个村子里的人全部都是外星人伪装的这一个答案。程大爷也在一旁附和道，王处长说的有道理，而且根据我们的人事后在村子里的搜索，发现这个村子表面上虽然和普通的藏民村落差不多，但事实上整个村子里除了那些建筑之外，却看不到半个居民生活用的必需品，无论是食物还是衣服，村子里甚至都没有生活所需的水源。整个村子就好像是拍戏用的布景一样，除了表面那些建筑物之外，一点人类生活过的痕迹都没有。因此综合他们目前所有的发现来看，唯有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全部都是外星生命伪装的，才是对村子情况最合情合理的解释嘛。我大致已经明白了王军他们的意思了，只不过那些可能拥有比人类更高科技的外星人，到底是为了怎样的目的才会在喜马拉雅山上伪装成人类？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王军。那些外星生命在村子里伪装成人类的目的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王军反问我道，寻找类似唐仔这样的目标，给他们服用那种欢喜水，随后观察那种液体对人类的影响。简单的说，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把我们人类当成试药的小白鼠罢了。我看着王军嘴巴张得老大，因为他刚才所说的结论实在是让我有些难以接受。王处长，那种连 UFO 都能制造出来的外星生命，为什么会要用我们人类来试药呢？我们可是人呢，是拥有智慧的生命啊。王军摇了摇头，我可不这么看。四九，你想想，就算是我们人类都会使用那些猴子、猩猩这些比我们低等的动物来试药，既然如此，那些外星生命为什么不能拿我们来作为实验品呢？或许在他们看来，我们也不过是一些猴子、猩猩之流的低等生物罢了。我低着头沉默不语。刚才王军话里的道理我虽然也能懂，但是堂堂万物之长的人类竟然也会沦落为其他生命的试验品，这听起来多少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正这么想着的时候，我的视线无意中扫到了桌子上老爹和喇嘛合影的那张照片。刚才我因为被呛到而把茶水喷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些茶水喷到了照片上，弄得上面现在是一团水渍。见状，我心里顿时一急，心想这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老爹的照片呢，可不能弄坏了。我连忙把照片拿起来，小心地用王军刚才放在桌子上的纸巾在照片上擦了擦，随后又检查了下照片正反面，确认并没有被水泡坏后，才松了一口气。我正准备把照片放回桌子上，却忽然发现照片的右下角有些不对劲，因为刚才被水沾湿过，此刻照片的边角已经有些微微翘起，然而翘起的边角下却露出了另一张相片纸。奇怪，一张照片上怎么会用到2层相片纸呢？我重新把照片拿到眼前，看着这略微翘起的边角，忍不住就这么一扯，才发现原来这张照片竟然是用2张相片纸粘合而成的。具体来说，就是老爹竟然在他自己的照片背后又粘上了一张没有冲印过的相片纸。因为2张相片纸大小尺寸完全一样，老爹又粘得特别仔细，把2张相片纸严丝合缝地粘在了一起。因此在此之前，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张照片里暗藏的玄机。老爹在这张没有冲印过的相片纸上，其中一面上写下了我们想要寻找的村子的坐标，而在被隐藏起来的另一面上，他则用笔留下了一段密密麻麻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内容是：林爱国致749局的同僚，如果你们看到这段文字，那就意味着我手上的东西又一次应验了。没错，在你们来到此地之前，我就已经预言到了你们的到来，而且还知道你们一定是到此来寻找一个能给人带来奇异能力的村子，没错吧？不但如此，我还知道在你们找到那个村子的时候，那村子里的人一定早已经走掉了，你们能找到的不过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子而已。是不是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一切？如果想知道这一切的原因的话，就请去问问我曾经的同伴，他的名字叫做王军，曾经是749局的一名调查员，他会告诉你们我能够预见未来的原因。如果他也不知道的话，那就请直接让局里有权限的人去检查下甲001号收容物吧，告诉他们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收容物的实体。没错，那个自从749局创立之初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已经找到了它。不过很遗憾，这样东西我暂时还不打算将它上交给国家，因为我需要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虽然如此，但也请你们不用担心，只要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我就会带着那个东西返回749局。到时候无论局里面准备对我进行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愿意接受。在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林爱国还写了最后一句话，不过这句话我还没有看清楚，手里的相片纸便被王军抢走了。他快速地在相片纸上扫了一眼，随后开口道：好你个林爱国，原来是这样，真有你的。看到王军在那边一边看着纸上老爹的留言，一边破口大骂，其他人完全是一脸莫名其妙。高亮问我道：49啊，你上面写的什么呀？怎么王军这家伙反应会那么大呀？我连忙把刚才看到的留言告诉了他们。当听到林爱国提起甲001号收容物时，除了林谦以外，连同高亮在内的3位科长几乎同时脸色大变，高亮的身姿更是剧烈的颤了一下。紧接着就见他猛地吸了一口气，随后说道：甲001，没想到林爱国真的找到了。王军还有高亮他们的反应让我很困惑，到底什么是甲001号收容物呢？为什么老爹说找到了它之后就能够预见未来？我低声问了问林千怡，想要从他那儿打听下什么甲001号收容物到底是什么，可结果他却告诉我，关于甲001号收容物竟然连他也都没有听说过。他只知道远在他加入749局之前，甲001号收容物就被归属于局里的最高机密，没有处长级以上职位人物的授权，就算是我们局里的人也禁止查看关于他的一切资料。普通的调查员只知道局里有这么一号收容物存在，却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在我俩陷入困惑的同时，只听王军又说道：好了，你们也别乱想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开这个会，原本只是想告诉你们唐仔事件后的后续调查工作，再给你们看看林爱国的这张照片。想不到最后竟然会发现这段留言，如果这段留言上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么林爱国10年前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以及他怎么会在9年前就知道我们要去西藏找那个村子，这一切的谜底就全部揭晓了。真的吗？林千怡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都有些语无伦次了。我也跳下来说：王处长，你就别再卖关子了，老爹他到底是为什么失踪的，你就不能直说吗？高亮回头看了我一眼，说：49啊，我知道你和小林现在很心急啊，可是这件事情
说起来很复杂，你们两个给我耐心点，让老王慢慢说。没错呀，这个事情说起来是有点复杂，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如果不是今天看到林爱国的留言，恐怕我都没想到他的失踪竟然真的与那件事情有关。王军让我们两个先坐下，随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对我们讲了事情的原委，有关林爱国失踪一事，以及他在照片上提到的甲001号收容物，都要从10年前的一桩案子上说起。10年前，当时的749局得到一份线报，说是有人在国内的文物黑市上放出了消息，在西部某地有一伙盗墓贼偶然在一个汉代古墓中发现了一册帛书，准备将其放在黑市上出手。帛书是古代一种写在绢帛上的文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便是以帛书作为文字的载体。帛书因为其保存不易，流传至今的数量极其稀少，因此在黑市上一直是一种有价无市的宝物。那伙盗墓贼也知道帛书的价值，恐怕轻易出手后吃了亏，便事先把帛书的几页内容拓印了几份，分发到黑市上，以此来吸引尽可能多的买家，好把这册帛书卖出一个最高价来。而就是这几页内容的拓印本，在落到了749局的手上后，引起了当时局里领导的注意，因为他们发现这伙盗墓贼找到的帛书的内容，竟然就是749局一直在寻找的《山海经》的最后4篇。而这最后4篇《山海经》，便是林爱国提到的甲001号收容物。山海经这名字我好像听过，可那不就是一本古代神话故事吗？怎么竟然会变成了749局的甲级收容物呢？要知道，在749局对收容物的分类里面，甲级收容物那可是会对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的收容物才会被评上的标准呢。就比如不久之前我经历的那次唐三藏事件里的未来网站，因为可能从中知道国家未来与过去的机密，才会被评上甲级的危险性。然而当我把自己心中的疑问说出来之后，却听到王军给我解释道，原来所谓的《山海经》其实并不只是一本普通的神话怪事，其实里面暗藏着一个改变整个世界的玄机。现在流传于世的《山海经》一共有18篇，其中有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主要包括了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另有例如画符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然而这流传于世的18篇其实并不是《山海经》的全部内容，因为真正的《山海经》其实共有22篇，除了上面所说的18篇之外，还有名为《往来经》的最后4篇。往来一词在现代语中意即去和来，但在古代它还有过去与未来之意，而这本《往来经》所写的内容就是过去与未来所发生的神秘事件。听到这儿，我忽然忍不住开口问道，神秘事件？王处长，你说的神秘事件难道是？没错。不等我说完，王军已经接话了。往来经所记录的事件，就是曾经或者即将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人类所无法理解，属于我们749局需要去调查的神秘事件。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默不作声，我几乎都要忽略它的存在的2科科长方健瞪到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王处长，我没有听错吧？什么叫即将发生的神秘事件呢？山海经不是汉初以前所写的书吗？难不成它上面还写了有关未来的事情吗？王军正色道，你没听错，往来经的确是汉初之前所写不假，但它上面记录的内容，除了汉初之前发生的神秘事件外，甚至连2000年之后将要发生的神秘事件也记录在了上面。那上面
不但有每一件神秘事件的具体概述，甚至连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都写了出来。换句话说，这本《往来经》其实是一本神秘事件的预言书。高亮也在一旁补充道：“这事情听上去很荒谬，但的确是事实。”他给我们解释道：“或许是因为《往来经》上面的内容太过荒诞神奇，亦或是古人无法理解上面所写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往来经》的原书在成书之后不久就直接在市面上消失了，仅仅有几份古人留下的手抄本残留了下来。而这些手抄本在唐朝之后也因为动乱逐渐消失，最后只留下了一些拓本流传在世上。但之后的千百年间，《往来经》的拓本也逐渐因故损坏或是遗失，到解放的时候甚至只留下了几张残页，却因为其书写的内容太过古怪而被人当作是普通的字帖收藏。在749局建立之后，当初的老一辈调查员无意中在某次任务中找到了这些残页，其中的一位调查员也是人才，竟然从这些已经语焉不详、没头没尾的残页中发现了其中所写的内容，竟然都是一些神秘事件的记录，这才揭开了《往来经》的真相。在确认了《往来经》所写的内容的真正含义之后，当时的749局高层立刻意识到它的用处，因为这本《往来经》简直可以说是一本有关神秘事件的百科全书啊！因为只要有了《往来经》之后，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神秘事件，岂不是都能立刻知道它的发生的时间和具体位置？这在当时情报搜集还很落后的749局看来，无疑是一件可以开挂的神器呀！因此，高层立刻便将其定性为749局建立之后的第一件甲级收容物，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往来经》的拓本残页，最后一共收集到差不多7页的内容，而其中所写的一些关于神秘事件的预言，最后也的确帮助了草创的749局成功处理了多起事件。只可惜，在找到7页拓本残页之后，《往来经》的其余内容就再也不曾有发现过。因此，当749局得知一伙盗墓贼竟然找到了完整版的《往来经》之后，高层的兴奋可想而知。在当时，局里的调查人员几乎是倾巢而出，试图找到这伙盗墓贼，直接将《往来经》夺回。然而这些行动最后竟然全部失败。这伙盗墓贼也是些人物啊，在749局的追踪调查之下，他们竟然成功的在调查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等到局里的人察觉到之后，这伙盗墓贼已经隐遁起来，就此不知所踪。原来是这样啊！那个时候我们所追踪的东西竟然就是这本《往来经》。听王军说到这儿，程大爷和方健两个人张大了嘴，一脸恍然大悟的模样。关于《往来经》的秘密，在749局的一般档案里是没有记录的，只有到了处长级别才有权限查阅。当时局里虽然是倾巢出动，但其实办案的调查人员连同程大爷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他们当时追查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知道有几个盗墓贼偷了一件疑似是收容物的超自然物品，局里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来找到那几个盗墓贼而已。这时候王军也继续对我和林千怡说道，至于林爱国那边，他当时也参与了这起调查，不过那时候他的任务和程大爷他们不一样，并不是直接追踪盗墓贼的下落，而是在某个疑似盗墓贼老家的县城里伪装起来，监视那伙盗墓贼的家人。伪装？监视？我忍不住问道，王处长，你说的那个县城，莫非就是我的老家吗？王军说，你说的没错，李爱国当时会遇到你，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案子，他会收养你，并且和你生活了1年之久，其实都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好监视那伙盗墓贼的家人而已。原来是这样，我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解开了老爹当初和我相遇的秘密。
也没有想到，原来当初老爹收留我的最初目的，竟然会仅仅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许是见到了我脸上有些落寞的神情，林千怡抓住了我的手说：“四舅，别多想了，爸爸当初收养你，一定不会只是为了隐藏身份而已，要不然他也不会和你生活了1年之久。”王军也说道：“小林说的对呀，四舅你别太往心里去。实际上，李爱国的监视任务只持续了半年就应该结束了。那时候那伙盗墓贼下落不明，有目击者说他们去了香港，因此当时我们都还怀疑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大陆，就把当时派出去监视的几个调查员都撤了回来，只有李爱国一个人坚持还要留下来。我想他留下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为了你啊。”对于王军的解释，我不置可否。既然是为了我，那为什么他会不告而别呢？恐怕这就和他失踪的原因有关系了。王军点了一支烟，开始解释道：“从我们刚才发现的林爱国的留言来看，他当初本是为了4九你留下来，最后却很可能意外遇到了返回老家的盗墓贼，并且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最后4篇山海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林爱国为什么会说自己已经找到甲001号收容物。”听到王军这么一说，我忽然回想起在老爹和我相处的那1年里，在临近他离开我之前，老爹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昼伏夜出，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些什么。当时我还问过他怎么了，他还跟我说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夜里有些活动，搞得我差点以为老爹和那些小流氓混在了一起，为此还担心了老半天。现在看来，老爹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发现了返回老家的盗墓贼的踪迹，随后顺藤摸瓜找到了那本被盗墓贼盗走的全本往来经。在我回忆老爹失踪前的反常举动的时候，在座众人之中，年纪最大的程大爷也点上了根香烟，慢悠悠地抽了一口，说道：“小王处长啊，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不是我自夸，我如今在调查处里恐怕也是年纪最长、资历最久的一名调查员了。当年你和林爱国也都是我亲眼看着加入局里，随后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实在是有些不明白，林爱国在拿到往生经后，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说到这里，程大爷顿了一下，狠抽了一口烟之后继续说：“他不但离开了这位小林同志，就连他的女儿都扔下不顾。要说他是因为找到了往生经起了贪念，想要把东西卖给外国人谋取私利，我是第一个不信的。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林爱国为什么要私下里把往生经带走呢？往生经的作用在于可以预见即将发生的神秘事件，但这个作用对于林爱国个人来说其实毫无价值。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王军看了我边上的林千怡一眼，脸上露出来一个古怪的表情。我认为林爱国他应该是为了我们姐妹。林千怡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爸爸都是为了千然和我。他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世界上既然会有能赋予人类超能力的收容物，那就一定有能剥夺能力的收容物存在。他希望能找到一样东西，来把妹妹的能力永远的抹除掉。说到这时，林千怡已经泣不成声。见状，王军连忙让高亮先带林千怡去边上平复下心情，随后才对我们几个解释道：“就如小林刚才说的那样，李爱国会为了一本往来经离开749局，丢下我们这些关心他的人不管，其实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啊。我想你们几个应该已经知道了，李爱国除了林千怡以外，还有一个小女儿林倩然，因为是一名危险性在甲级的能力者，而一直被收容在保管处的基地里。而为了能换得他女儿的自由，李爱国一直就在寻找能够去除能力者能力的办法。我想49你身上被施加的封印，应该就是林爱国曾经的收获之一。而对于想要找到去除能力者能力的办法的林爱国来说，这世界上
又有什么是能比往来经更为方便的东西呢？只要有了往来经，李爱国就算只有一个人，也可以知道未来即将发生的神秘事件，并且可以提前知晓这些事件的大致情况，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就比如说这次这个由外星生命伪装的村子，李爱国大概是从往来经上看到了它的出现，以为外星生命可能拥有消除特殊能力的办法，才会来到这里进行调查。王军说到这儿的时候，林千怡看上去已经平复了心情，和高亮重新回到了座位上。不过刚一落座，就见林千怡用还有些哭音的语调对王军问道：“王处长，我爸爸虽然是为了我们姐妹，但他毕竟违反了局里的纪律，擅自离开了局里不说，还带走了至关重要的甲级收容物，因此如果局里要对他做出处罚的话，我不会有任何怨言。如果局里要派人追查他的下落，我也希望能参与其中。”小林，你也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了。王军安慰他说，毕竟也都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李爱国的所作所为，我相信上级领导也一定能够理解。只要他能平安地把往来经带回来，那一切都不是什么大事啊。至于要不要重新启动追查李爱国的行动，这我还要找领导谈一谈。毕竟要不是49这小子，我们还都不知道李爱国竟然在照片里也动了手脚。王军的话宣告了这次会议的结束。程大爷和方健2个人先走一步，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林千怡和高亮2人也一前一后走了出去。就在我也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王军忽然叫住：“49，一会儿把这照片给小林吧。”我低头一看，发现王军递给我的竟然是那张老爹和喇嘛的合影。我问他：“王处长，这照片不是重要的证物吗？你让我交给林姐，这合适吗？”王军哼了一声：“什么证物不证物的，这照片上最关键的是背后粘上去的那张相片纸上的内容。至于老林的这张照片，你就直接给小林拿去吧，毕竟这也是10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老爸的近照。”说完，他便一把把照片塞进了我的手里，之后更是不再多说一句，挥了挥手示意我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